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骑单车来看阿里山小火车是谁呀？就要骑上来这个什么交力品车站啊！他们就这样交换了，在误打误撞之下闯进了这座迷人的紫色山城。我骑上来了。瑞风1314有爱大声说 I love you. 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That's right. 大家早，我是 Wendy。这一次我终于出现在嘉义的梅山啦！当然要来去骑梅山36弯喽。刚刚有没有看到太平12公里，碧湖14公里？那就是我一开始要去的地方喽。这里之所以被称为梅山36弯，就是因为整路段一共有36个弯道，13公里不间断的上坡，从海拔169公尺一路爬升到1000公尺。第5弯，相信纯真的力量，海拔目前495公尺。在第5弯那个地方有写，上次买的斗六2级轩的豆皮蛋饼，结果忘了带下车。这一次我又特地去斗六买了豆皮蛋饼，而且一买到我就马上放进我的背包里啊！好期待我这一次路上的补给啊！梦想就去追寻吧！刚刚过了第6弯，哦，第7弯这边的坡度不容易啊，还要拍第7弯，还要爬坡。梅山36弯一早就好多车友啊，前面这2位才国中而已，帮他们记录一下。第9弯、第10弯，好好过着就会好好。162甲6公里处，你们怎么这么棒啊？他们一共3个国中生，假日相约骑车，佩服啊！太厉害了！第12弯，这里是拍大景的地方啊！14，海拔573公尺。现在海拔633公尺，今天来骑梅山36弯，我想要快速的把这36弯骑完，因为今天的目标啊是要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，叫做1314观景台，要骑一阵子哦。到时候回来的时候啊，我还想要绕去那个所谓的洗衣板路线回来，所以前面得要加速哦。谢谢一路坚持的自己。My lucky number 21， 718公尺，合照一张吧。看好这位小孩，一个人遥遥领先，就是刚刚说的那3位国中生之一啊！阿里山国家风景区，在这里爬坡真的很开心，有这么美的风景一路陪着，真的会让人忘记自己还在上坡啊！原来刚刚那群小朋友才国1啊，太厉害了！23，你的坚持本身就是风景。第24弯这片草地上的作品叫做《太平的祝福》，把我们边骑边看到的太平山岚、云海，还有沿途的自然生态，全部放进这件作品里。第25弯，爱让梦想长出力量，海拔806公尺。刚刚的标志写平路，我可以确定这里不是平路啊。这绝对是很多坡啊，一点都不平。162甲10公里，哇，有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了。其实刚刚在平地还蛮热的。
第28海弯，拔846公尺，30，刚刚已经看到第30弯了，3开头，36快到了。海拔900喽，太平天梯，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对自己许愿，34弯，最后一个弯，36弯，第36弯，好不容易骑上来，车友多会在这边拍照打卡。骑单车的好处，随时可以打卡休息看风景。快到山顶时，记得回头看，会发现眉山36弯真的很壮观。这公路一弯接着一弯，层层叠叠地盘在山坡上。想到自己也是沿着这样的路线慢慢往上推进，看着它，脑中也跟着浮现自己慢慢骑上来的画面，很值得。云端太平，一吻飘香。太平云梯这元宝犀牛象征平安与富足，到此一游太平云梯服务中心这边可以补水哦。那我现在要前往碧湖、太平老街。那我现在要前往碧湖山观光茶园，上一次我也有去哦，这一次我特地带空拍机来。碧湖山观光茶园海拔1000到1200公尺之间，向东可眺望瑞泰地区之山峰河谷与聚落，北面则可远眺草岭潭遗址。在天气晴朗时，竟然也可以清晰看到玉山主峰。看到这介绍，来到太平，怎么可以错过这地方呢？碧湖山观光茶园，刚刚它写在1公里，好期待啊！碧湖山观光茶园到喽，海拔1200公尺。我来到碧湖山观光茶园喽。下滑还是会凉凉的，背心穿起来啊！好，我们去的话呢，先走右边这一条，加154。回来的话，可能从另外一边回来哦。等一下就会拼命的下滑啦！我现在连外套都穿起来了，会冷哎。坡段有些地方非常平整，下坡的很开心。可是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哦，它很有可能下一段就突然嘣一堆坑洞，所以别想下滑的太快啊！眉山36弯的挑战路线是要在刚刚的地方右转，那我今天就直直走。要来去1314喽！这边它写是泰兴茶园，那旁边还有个步道哦，感觉还不错哎，可以在茶园里面走来走去。茶园风光，看好这坡度啊！不过在茶园里面散步，一
经很陡哈哈，刚刚那直接陡上，随便一弯都是大景啊！第一次骑这里，特别的兴奋开心啊！这里风景很好，没什么车啊。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我确认那是阿里山小火车啊，只是我现在不知道它在哪里啊，好想看一下哦。Hello， 是不是在下面啊？等一下很想找个车站来去拍个小火车啊，骑单车来看阿里山小火车，头一次哦，好期待。前方这是太新岩步道，这步道只有600公尺，可以走在茶园和山林之间，很舒服。不少人前往瑞里途中会停下来看风景。阿里山林铁交力坪车站，是谁呀？就要骑上来这个什么交力坪车站啊！刚刚要上来之前，看到4台小巴下去，在那边等他们回转。4台小巴代表交力坪车站，一定是个很棒的景点，才会有这么多游客啊！交力坪车站海拔约997公尺，早期因为这里地势平坦，是居民聚集买卖、交接搬运货物的地方，所以被称为交力坪。这里的班次早上、下午各2班。我真的骑上来交力坪车站嘞，你看。那我现在这边等一班火车啊，这车站很厉害哦，不但有饮水机，还有很棒的厕所，超干净的厕所。那一天呢、早上的时候就只有这2班，我刚错过了10点48，现在就来等11点43分的。这里好安静啊，不然太大声讲话哎。等一下，火车就会从那方向上山。现在温度23.5度。竹崎乡仁寿村，看好这黑色圈圈，这叫做通券，你可以把它想成火车界的通关令牌。等一下，请站务员直接表演给你们看。有吗？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就这个声音要来喽！来5次交力坪安全进站。来11点44解除，交力坪收到。阿里山林铁是单线铁路，所以司机员一定要先拿到通券，才能进入那一段路。至于为什么做成圈圈，很简单，这样列车可以不用停下来，也能帅气地直接交接哦。小火车来喽 ，Hello！ 就要拍这一幕。他们就这样交换了。火车进站时，先交回上一段的通券，再接过下一段的通券。Oigawa Railway 大井川铁道这组车厢是为了纪念阿里山林铁和大井川铁道缔结40周年，特别换上川井线列车涂装，让人来到阿里山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日本铁道风格。今年1月23日才开始，我这么幸运，这天来就看到喽。下车了，原来这一站有停哎。阿里山小火车不错哦，耶，成功了！火车要走喽。拜拜！都上来了，拍个大景再下去吧。
成功从交丽坪火车站下来喽。那我们继续往瑞丰、瑞里的方向喽。刚刚那个交丽坪火车站真的是赚到啊！我真没想到我可以遇到阿里山小火车哎，完全不在计划里，好玩嘞！阿里山国家风景区，我现在要拼命在下滑啊，这麻烦大了。等一下到1314，1314的意思就是海拔1311公尺，再加上它那个观景台3公尺，所以1314啊。哇，等一下有得爬了！圆潭自然生态园区，瑞里16672公里处。旁边有一整片的紫藤花，好多人在拍照。网路上写着“春暖花开之际，嘉义县梅山乡瑞里山区迎来1年1度的紫藤花季”。而我这次也是在误打误撞之下闯进了这座迷人的紫色山城。看着这么多游客，突然觉得骑单车来真的蛮赞的，不用人挤人，还可以一边骑一边慢慢看紫藤花，想停就停，想拍就拍，节奏完全自己掌握。荧幕前的你，下次来这里真的可以考虑骑车来晃晃，这种慢慢溜、慢慢看的感觉，舒服很多哦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今天骑的路线都那么多车子。原来是因为嘉义瑞里花县紫藤季啊，一直到3月底，哦，好热闹，好多人啊！骑了好久，终于快要到1314观景台了的山脚下，别忘了。还要爬上去啊！等一下那边有陡坡啊，那是个茶园，茶园就避不开陡坡，加油啊！就是这个入口，就这里啦。烂谱，这你会念吗？看好后面那个标志，就是这个入口，往上就会到1314观景台咯。大家前往1314观景台追求那一生一世的浪漫，但我更爱这份与大地并肩的宁静。单车掠过茶香的清香，这里的山路编织在层层叠叠的茶海里，像是大地的指纹。就在这一踩一踏之间，城市的喧嚣被留在了山脚下，世界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我对自由的向往。1314观景台，这个要我们牵着上来啊，牵到一半，等下后面看可不可以骑啊？看好上方，那就是1314观景台，这要怎么上去啊？我骑上来了，准备来上观景台了。就剩最后一段了啊！这里比较不陡，稍微撸一小段。刚刚一开始那里实在太陡了，没有手啊，没有手可以拿 pocket three。上来了，1314观景台，哇！哇，太晚上来了，一片白墙啊！来看这边，这边比较好一点，还可以稍微看得到一点。
趁眼前的白墙稍微退开，赶紧把空拍机飞上天，捕捉这难得露出的景色。这里是嘉义梅山瑞丰村的海曙山，是瑞丰地势最高的地方，整座山都是翠绿的茶海，路人变得像蚂蚁一样小。这个视角是不是超级疗愈？快跟着我的镜头一起翱视这片无敌山景吧！瑞丰1314，有爱大声说 I love you。看好那个1314观景台，我们自行车是可以从这边骑到最上面的哦，不要跟着那个人群走啊！我刚一开始就是不知道，走到那叫什么阶梯啊，这样就不能骑上来哦，走错了。那等一下呢就要超级陡下，我刚刚陡上的时候没有办法拍啊，等一下停下来拍一下那个坡度。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，我觉得这好陡哦，我决定用牵的，我怕我等下一直冲，危险啊，慢慢牵，慢慢牵啊。我刚刚就是在这个岔路，跟一堆游客往这边走上去，不是啦，我们是要跟着这个柏油路，直接就可以骑上去喽。只有这个交叉路口，记得我们是往左啊。这么陡，我刚是怎么骑上来的？别怀疑，这里就是陡上加陡啊，爬坡加美景，很开心的。离开1314观景台，那我要沿着162甲回去了。等一下会到那个洗衣板路线啊，瑞丰便利商店，山区最好的柑仔店朋友，补给朋友，柑仔店超赞的，而且可以买到很多很特别的，这我怎么没看过啊？这一路上啊，山区的补给都很足够哦，到处都有这种便利商店、柑仔店。然后有这边很多那个观光区啊，所以厕所也都很够，来这边骑很方便。站在清水溪观景台，看着前方那片921地震造成的大走山，真的会有种说不出的震撼。险降坡啊！看这路线，瑞中产业道路，难怪车友会称呼它为洗衣板路线啊。等等，这河床也是走洗衣板路线风格，真巧。当外套和背心都脱掉了，就知道要开始爬坡啦。其实刚刚下坡啊，要全神专注。还好刚刚在那个柑仔店有买个咖啡哦，清醒的，要清醒的下坡啊。下坡最怕太悠哉了啊！下坡还蛮危险的呢，因为刚刚那个9弯18拐啊，真的要全神专注，怕有车子从后面来，或者转弯的时候从前面来，不要一直看那个反光镜啊！真的跟爬山一样哦，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！啊，好，那又来到了爬坡阶段了，不可能路灯亮了吧？刚刚那个路灯竟然亮了，是要吓我吗？我还有大概23公里，而且回程还在爬坡啊！天哪！啊，好了，要赶路了。没错，就看着刚刚那个路牌倒数啊。162甲22公里，代表我还有22公里要骑啊！等一下会下坡，还要再继续上坡啊！我今天总爬升已经超过2000了，跟上次一样，脚好酸哦！哎呦我的妈！刚刚有位重机大哥很可爱，他从上面下来，还特地 U turn 回来问我说，要不要帮我推上去啊？太可爱了，他一直觉得我骑的好像快要死的样子。我就是要来爬坡的，真的是无止境的爬坡。大会报告，爬了这么久，竟然还有200公尺要爬啊！天快黑了怎么办？没什么体力可以加速。
得早上拍这个交叉路口吗？我回到太平老街了。我的太平老街，要么就是太早，不然就是现在太晚了，都没什么人了。那要来跟太平云梯说拜拜再走喽，拜拜！太平云梯，我们第3次见面，下次见喽！要在眉山玩到够晚啊，才会看到这个点灯。你看，都点灯了，好，走喽，下山。然后我就回到了眉山市区了。刚刚眉山36弯下滑，超开心的，第一次在那边下滑，哦，非常爽快下滑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感谢您的回观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